最近王一博拍摄的民国新剧《光明之路》正式杀青，从1月拍到了5月，几乎无休止的工作，这次终于可以休息了。看到王一博的助理在忙着收拾行李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生活的气息，如此接地气的明星，还是头一次看到。托运小车上拉着锅碗瓢盆不说，貌似还有一台洗衣机，都在猜测这是谁的东西时，看到绿色的小盆，果断认定这就是王一博的东西。毕竟绿色可是王一博的专属，很多东西都喜欢绿色的。没想到孩子还挺勤俭节约的，临走的时都不舍得把绿色的小盆都带走，挺会过日子啊。看到这一拖车的东西，不是盆就是锅的，着实和我们想象的王一博全然不同。细数下来，他今年才26岁啊，正是年轻洋溢的年纪。好不容易杀青了，这次不得可以痛快玩一次了，这次代拍也可以休息了。听说他们每天定点定时拍上下班。前不久因为电影《长空之王》上映，甚至跟着王一博到处奔波，这次他们也可以休息了吧？不过还是被王一博的这些东西给惊了一下。不做饭的他怎么会有类似于锅的东西？毕竟王一博还是会手抓饼、水煮菜、煮泡面都还凑合着吃，特别是那个塑料盆，不担心运输过程被压碎了吗？都一同打包带走。勤俭节约的男人实锤了，这么充满生活气息，如此接地气，貌似同王一博的形象大相径庭。可是这确实就是他的行李啊！网友看了留言区清一色的评价，好可爱的居家好男人。脑袋瞬间想到王一博那张无语的脸，他的怨种粉丝脑洞相当的大。可爱是因为如今的王一博变腼腆了，看他这几次出席路演活动，就能感受得到他挺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但是没办法，好多人都想见他。这次王一博的新剧《光明之路》终于杀青，历14个多月的拍摄，他的行程满满当当，期间2部电影上映，《无名长空之王》还要忙着路演。不过这对于王一博而言是收获的，好多人说他已经在演员的道路上走出了自己的风格跟特色，打破了蓝忘机的那股清冷，刻画出了很多鲜活的角色，可塑性很强，没有被自己的外形而限定。他可以正气凛然，也可以嬉皮笑脸，还可以灰头土脸，更可以文质彬彬。曾经的酷盖，如今的王一博带着点可爱跟腼腆，有些慢热的性格，让他充满了太多可能性。话说最近看《长空之王》，感觉王一博还是个喜剧人，一本正经的脸上总会时不时的带来一些反差感，特别是掉进羊圈后的他坐在驴车上，他那个形象有点让人上头，没准他在喜剧的道路上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俗的表现。总之呢，王一博这次新剧杀青了，终于有时间可以休息了。希望代拍小狗仔们给予他私人空间自由，毕竟大家都知道，随后王一博在7月28日热烈就要上映，跟成尔导演再度合作的人也要开机，算下来他休息的时间并不多，还是切勿打扰的好。5一档电影票房突破15亿元，其中《长空之王》就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电影反响很不错，很多人给出了较高的评分，真实贯穿整部影片。人民网评发文称赞《长空之王》简直太燃了，真机拍摄让人大饱眼福，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也很高。王一博、胡军、周冬雨等艺人的合作相当成功，《长空之王》票房大卖，演员人气和电影特效是主因。5一档电影市场好片不断，《长空之王》可以说是最亮眼的电影，在王一博的人气加持之下，预售票房就很火爆。正片上映之后，票房一路高歌猛进，势头强劲，后面的票房还在继续增加，排片占比也比较高。除了王一博等明星的人气之外，电影本身的特效也很燃，很多一线装备都亮相了，军事爱好者直呼过瘾。据爆料，很多装备都是真机拍摄，片中特效还原度很高，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些都促成了票房的大卖。人民网评发文分析《长空之王》，评价相当高。人民网评发布长文对《长空之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剧情和特效以及影片的意义等方面做了总结。剧情和人物的剖析很到位，这种电影观众可能更关注特效，但是故事情节也起到了穿针引线的效果，让整部电影更加有看点，也更加立体。这部电影也具有教育意义，培养孩子的爱国主义情怀，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是非人。很多镜头都比较真实，一排排的装备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气势磅礴，属于真正的大片，有很多泪点，也有笑点，观众对整部电影的评价比较高。王一博等演员的表现也相当不错，确实是一部很有看点的大片。长空之王与人生路不熟，
究竟谁才是今年五一档的票房冠军呢？这个疑问相信很多人都有，尤其是热搜上两个词条出现并都稳步上升后，那是更疑惑了。看来是有一部影片的词条买早了。然而细看一下，不难发现，长空之王成五一档总票房冠军与人生路不熟成五一档票房冠军的区别。这个总票房与票房的区别就在于统计时人生路不熟，放弃了28日的票房才拿到的这个冠军，转而从29日开始计算。大家都知道每一部电影上映之前都会有大概1个星期的预售时间，所有电影都是如此，不是王一博的作品才有的这个特权。大家在前期购买的预售票基本都是在上映第一天，也就是28日。长空之王那一个1的预售票房突然间就不算了，转而从上映第2天算起才能拿到这冠军，委实属于是替对方去掉一个最高分的操作了。然而不论如何，长空之王的票房都摆在那里，甚至于在统计95声一番作品时，王一博的名字都是居于高位的。95后内地小生的一番作品统计中，榜首的是陈永胜的狙击手，有 6.08 亿票房，其次便是王一博的长空之王，正在上映中，如今票房已经 5.51 亿，距离第一名只有差不多5000万的差距了。而长空之王上映还只有1周左右，上升的空间依然很大。内娱对于王一博的恶意真的很大。作为电影圈新人，长空之王是他上映的第2部主演作品，也是第1部一番作品。可就是因为王一博的流量在，就一定要他对上早已在电影圈有了新名的前辈，比不过那就是王一博不行。那么索性大家都来比比第一次担任一番时候的作品吧。长空之王的票房数据其实并不准确，前不久官方才通报了7家电影院存在票房瞒报漏报的行为，这还只是知道的，内地这么多家电影院中，该有多少张电影票最终没能进入长空之王的统计票房中，而被电影院私自昧下了呢？如今不论长空之王如何证明自己的冠军位置，总会有人质疑。即使平台前脚剔除了28日的票房数据，后脚在解释五一档时解释是从4月28日至5月3日，但总归有人一叶障目，自说自话，让人无可奈何。王一博在电影圈的名气已经打出来了，不论是有他作为2番的无名，还是由他主演一番的长空之王，他在作品中的出色表现，在作品票房方面的贡献，在合作过的导演演员方面的良好口碑，都让王一博在这个圈子中可以走得更稳更远。五一档已经过去了，剩下的就看作品的最终票房了。尤其是长空之王还在海外多国上映，票房口碑反响都是极高的。片场遇到了王一博，他身穿白衬衫，双手插兜站在铁轨边等待开拍。之后王一博在片场踱步走到了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玩聊起来，随后他双手抱臂，等了一会后走进房车，戴上帽子并换上一套深色制服走了出来，边走边吃起了零食，并随手将包装纸递给了一边的工作人员。之后王一博和工作人员一起快步向拍摄的走去。大家还想看到哪位明星的最新状态？快来评论区留言。长空之王是一部以中国飞行员为主题的电影，影片主要讲述了雷雨等一批优秀飞行员在经过严苛的选拔后，成为我国新一代试飞员。他们在队长的带领下不断挑战极限，超越自我。这部电影展现了飞行员们在飞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困难，以及他们在这些困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毅力。通过这部电影，观众可以深入了解飞行员们的职业生涯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这部电影备受瞩目，早在上映前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据统计，该片的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大关，截至5月3日，该电影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可谓是一骑绝尘，创造了惊人的票房佳绩。长空之王的故事主要围绕着试飞员展开，其中王一博所饰演的主角雷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角色。他是一名优秀的试飞员，拥有着卓越的技术和勇气，但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烦恼和困惑。在电影中，雷雨经历了许多挑战和考验，包括与同事的竞争、与上级的矛盾，以及与自己内心的斗争等等。他不断的努力和奋斗，最终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长空之王。整个故事情节紧凑，扣人心弦，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试飞员们的职业精神和英勇风范。这部电影中的场景让人感到震撼，尤其是那些空战场面，仿佛让观众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
此外，电影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它向我们展示了飞行员这个职业的伟大和崇高，以及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惜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无私的，是为了更高的目标而奋斗的，它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尊重这些英勇的飞行员。同时，电影也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职业的内涵和意义，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飞行员的职责和使命。这部电影不仅让人们对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充满信心，还向真正的主角幕后英雄致以敬意。观众们可以从中认识到那些平凡而伟大的航空人，他们为航空事业默默奉献，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这部影片不仅是一部娱乐作品，更是一部向航空人致敬的作品。然而，也有一部分观众对这部电影的 CG 效果提出了疑问，指出飞机的 CG 制作缺乏真实感，缺乏质感。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些质疑并不能否定该片的整体价值，因为 CG 效果只是电影的一部分。尽管 CG 技术在现代电影制作中越来越重要，但它并不是衡量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电影的剧情、角色塑造、音乐、摄影等方面同样重要，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电影的整体价值。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因为 CG 效果不够出色，就否定一部电影的价值，而应该从多个方面综合评价一部电影的质量。